他在骑行中突发灵感，车把翻转，握把朝上，像超人一样趴在自行车上。没成想速度竟然真的变快了。于是他用废品站收集的材料，亲自打造出一辆车把朝上的自行车，并且骑着这辆价值50块的赛车，用一种前无古人的骑行姿势，连续打破2次世界纪录。他就是被称为苏格兰飞人的格拉尔米欧伯利。如果这2年您过得不太顺利，不妨看完这个故事，一定会给您带来许多收获。其实从小他就一直被同学欺负，被人一次又一次的踩在脚下，就连圣诞夜也是如此。当父亲询问是谁欺负他时，小格却没有勇气说出那个名字。见此，父亲无奈地说，并且送给他一辆在5·8上买的2手车。有了自行车的他，再也没被恶霸追上过。无数次的逃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骑行爱好者，并且以爱好者的身份成为英国单车1小时纪录的保持者。不过，这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改变。虽然开了一个2手自行车店，可为了生计，他还得每天送快递补贴家用。顾客要买单车，他本想亲自将单车送到顾客家，可顾客却表示不用了，你肯定没有我开车快。对速度非常自信的他，就和顾客打赌，我们来比一比，如果我比你先到家，那你就多给我100，反之这辆单车就送给你。顾客认为小格是自不量力，就愉快地答应了。于是，一场汽车和单车的对决开始了。就在顾客自信地说着我赢了时，小格突然在另一条路上出现，摔倒的他获胜了。顾客骂骂咧咧地拎着单车走了。Anyway, have to grab your chance. 一旁的牧师却非常欣赏他的执着。送快递时，他又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快递员麦奇。他们相约一起骑行时，看到报纸上报道职业单车选手伯曼9周后准备冲击世界单车1小时纪录，1小时骑行51公里。这个纪录已经9年无人打破了。小格想到自己在骑行时经常和职业选手伯曼不相上下，于是就决定也要冲击世界纪录。想要打破世界纪录，那就需要有比现在更快的速度。思索着，他突然将车把反转，像超人一样趴在单车上骑行，就像滑雪一样俯下身子将阻力降低至最小。可没有钱的他，只能在废品站收集没人要的材料，打造还处于理念中的新型单车。牧师见他没有打造单车的地方，就让他免费使用自己的仓库。白天不知疲倦的锻炼，晚上就打造理想中的单车。这也导致他没时间赚钱，但妻子并没有责备他，而且表示自己会在医院工作，维持家里的生计。所有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很快，所有的零件都配好了，只差一个重要的轴承。轴承是单车的灵魂。正在他因没有合适的轴承发愁时，高速旋转的洗衣机吸引了他的注意。愁眉苦脸的他终于如释重负。妻子回家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心爱的洗衣机变成了一堆破烂。1200转的洗衣机轴承装上单车，宣告着他理想中的新型单车正式完成。在朋友和妻子的见证下，他给这辆单车起名为古典，意味古老的信徒。附近没有体育场，他只能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试骑。试骑结束，小格对古典非常满意，可好友兼经纪人麦奇对他这种不安全的行为非常恼怒。There was even a bog standard track within 50 miles of here. Fine. Will you just get off my case and do your job? For God's sake, Graham. The bike that Boardman's going on cost $500,000 to develop and was designed by a computer. So how the hell is that thing that's made out of scrap and washing machine? 虽然争吵的2人不欢而散，可他们还是在为共同的梦想努力。小格训练的汗如雨下，麦奇不停地寻求赞助，因为不管是场地、裁判还是录像设备，这些都是自费的。在麦奇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资助他们的老板。他们如愿以偿地来到赛场，正当他准备组装古典时，麦奇给了他一个惊喜，老板照着古典的规格打造一辆新车。可小格敲了敲车架，却发现这辆车的材料比古典要重许多。为了不辜负麦奇的心意，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这辆新车。赛道上他缓缓出发，只要能在1小时内跑完205圈，那么他就能打破世界纪录。跑起来的他就像一道红色闪电，拼命的蹬啊蹬啊，脸被风吹得变形。可当时间耗尽时，他还是差了2圈。This is total fucking failure. Again. Don't do that. Look at me, Graham. Don't do that. WCF 理事会主席嗤笑地看着失败的小格，他并不看好这个滑稽的赛车和这个滑稽的骑行姿势。可小格并没有放弃，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而且他还有一次机会。体育馆第2天10点半才到期，于是他告诉 WCF 理事会成员，明天9点他还会在这里等着。麦奇十分自责，或许是因为自己让小格骑新车，小格才会差一点点打破纪录。他用了1夜时间将2辆古典重新拼装设计，这一次他用着超人一样的骑姿，在妻子和麦奇的鼓励声中不断的前进。随着裁判摇铃，他打破了9年未有人打破的纪录，所有人都沸腾了，只有 WCF 的主席满脸不爽的离开。40万的奖金，1年的赞助，让他的生活不再拮据。可当他们开香槟庆祝时，小格却躲在角落独处。童年被经常欺负的他，不习惯与一群人相处。回去后，当恶霸再次找到他，他终于有了反抗的底气。Because this is the closest you'll ever get to anything worthwhile.
这一次他没有骑车逃跑，而背着单车大摇大摆地离开。正是因为这些人，他只有在骑在单车上才会感到安心，只有不停获胜才能抚平焦躁的内心。单车追逐赛的决赛上，他骑着50块的古典，打败骑乘着价值50万单车的奥运会冠军，不仅获得了人生第1个世界冠军，而且又刷新了世界纪录。再次回到家乡苏格兰，他成了万人追捧的苏格兰飞人。可 WCF 却一直在开会针对他。I love seeing him ride. His position is so grotesque, so ugly. 他们召开发布会，冠冕堂皇地以小格危险比赛为由，禁止他以后参加比赛。小格就给古典装上平衡辅助轮，以此表示对 WCF 的抗议。被嘲弄的官员就挑出各种莫须有的规则。Saddles must be 5 centimeters behind the center line of the bottom bracket. 5 centimeters. All saddles must be complete and intact, Mr. Aubrey. 然而这些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他们就改口说小格违反了规则的精神。然而这些玩笑一般的罪名并不成立，小格得以继续比赛。然而比赛上这种超人姿势并不稳当，他摔倒了。作为上届冠军的他却止步于选拔赛，他无法面对自己在单车上的失败，童年时造成的心理疾病开始爆发。他开始不停地怀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废人。如今的他还是那个没有勇气面对失败的小孩。拿着麻绳，扛上古典，走进深山老林。就在他准备放弃人生时，路过的驴友将他救了下来。妻子想让他去看心理医生，可他却逃避地说自己可以摆平一切，这让妻子感到十分伤心。就在他孤独地躲在家里时，他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体育场给他寄来了一块地板，希望他能接受这块旧的赛道碎片作为他的神奇胜利的纪念品。牧师告诉他，其实他去世的妻子和小格有着同样的病情，感到一切都是沼泽，一个人在黑暗中慢慢地被吞没，无助、绝望，最后放弃了生命。小格也从未直面过自己的病情，总是逃避、逃跑、逃离。牧师就说没关系的，就像你第一次骑脚踏车，只要一直向前骑，你就会没事的。他掀开尘封已久的古典，并且告诉妻子，给我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吧。看着儿子画中的超人，他重新振作了起来。他开始享受生活，享受比赛。现在的他成为了整个苏格兰的英雄，再次站上了世锦赛决赛的舞台。他拼命地蹬啊蹬啊，永不屈服，不停地前进，穿过那梦魇般的树林，打败束缚自己的心魔。妻子闭上双眼，为丈夫加油。他又一次夺得了世界冠军 ，WCF 也终于认可了这个倔强、固执的老龄业余选手。在格拉尔米·欧伯利的一生中，打破了1次单车1小时纪录，打破了2次单项4公里纪录，并且获得过2次世界冠军。